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发现了一个纸箱子，里面堆满了真空包装的圆柱形物体。这是什么？魔幻扇冰能量棒，单冰口粮。为了丰富士兵的口感，联合医药一共研究了666种口味。备注：主导这一项目的研究员在将能量棒配发到作战部队体验后，第2天被打了黑枪。在调查员品尝过能量棒之后，宣布开枪士兵无罪，并将这些能量棒彻底封存于此，并标注为危险品。这些家伙就是娇生惯养坏了，再难吃也不至于打黑枪吧？我随手撕开了一个能量棒，咬了一口，然后我的脸就绿了。他手里这个能量棒居然是鼻屎味的，我差点当场就吐了出来。要不是发明者已经死了，我都想把对方绑到导弹上，然后发射出去。我本来是想将这些玩意扔掉的，不过这玩意我不吃，但是可以卖出去啊。反正我正好讨厌本区域的这些玩家，就交给他们去消化吧。将一箱能量棒收起来后，我继续翻找。榴莲会飞鱼罐头，100寸触屏电视，能加热食物的冰箱，绝对不会透光的玻璃，敲击一下就会报时的时钟。看着这些没什么卵用的玩意，我头都大了。就在我以为仓库里都是这些没用的东西的时候，一个硕大的帆布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好奇地掀开了帆布，摆放在里面是整整12枚战斧导弹，全都装在发射筒里，棒边还有一个发射的控制器，只有平板电脑大小。扇兵式战斧导弹，联合制药研发的一种扇兵可操作发射的战斧式导弹，简化了发射流程，一体式设计，可供一人使用，威力和射程都没有降低，但最终因为重量过重，扇兵无法移动而宣布研究失败，存放在仓库之中。尽管我自己操控不了这玩意，但是可以交给小爱同学来使用，而且这东西的规格算是单兵武器，可以不用占用车载武器位，完全可以支起来，用顶部的舱门进行发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玩意的威力足够大，一枚就可以摧毁一栋大楼，哪怕用来打哥斯拉都够了。我兴奋地将这些改装过的战斧导弹运进了车里，带着满满的收获，我满意地回到了大厅。我已经将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带走了，谢谢你的康。屏幕上的女人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既然收取的物品，请你遵守你的承诺，离开这里。放心，只要你不来打扰我，我是不会找你麻烦的。我开着车向着来时的通道驶去。对于这个类似人工智能一样的玩意，我没打算去处理。我一路向着外面前进，很快就看到了出口。注意，外面有大群玩家正在门口附近埋伏，请谨慎对待。有玩家找过来了。我好奇，打开了区域频道看了一下，发现原来因为我在这里耽误了太长时间，游戏系统再次播报了我的位置，导致被一些附近的玩家顺藤摸瓜找到了这里。居然追到了这里，鼻子还挺灵的。我将一架小型的手抛式无人机扔了出去，小巧的无人机飞了出去，开始侦查周围的情况。那栋2层的小楼里面暂时没有人，不过在外面倒是有3辆车子，1辆突击炮，2辆改装坦克，火炮口径都达到了105毫米左右，长长的炮口都从窗口伸了进来，对准了出口。我要是敢出去，就会遭到迎头痛击。这些家伙居然还学会打伏击了。我继续观察地形，出去围绕着房子打伏击的3辆车之外，外围还有一道由20辆车子组成的第2道防线，每辆车子至少安装了一门无后坐力炮，武备十分精良。在最外围则是一辆通体漆黑的坦克。等看清那坦克的样式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居然是 M2A1 主战坦克。M2A1 主战坦克，这玩意在原本的世界可是现役坦克中最牛波一的存在。这伙玩家实力不弱呀，总计20多辆车，看样子得好好的应对一下才行。我在计划着干掉他们，而那些玩家也在计划怎么干掉我。突击炮里的一对兄弟就在低声商谈着。哥，你说那家伙真的就在这里吗？古斯塔夫先生已经说过了，那个家伙肯定在里面，他手里有可以锁定通缉犯的道具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可是我们这些人真的能打过那家伙吗？那个家伙杀掉了玩家已经超过100多人了，简直跟魔鬼一样，我们这点人真的能打过他吗？能打过肯定是没问题的，那些玩家被杀主要是实力太低，我听说他们在被干掉之前还在大量收购机枪，连机枪1级的武器都没凑齐，被灭掉并不奇怪。相反，我们拥有全区域最强的武力，古斯塔夫先生拥有陆战之王坦克，而我们的突击炮也经过2次改装，还有穿甲弹，对付那个家伙应该不是问题。照我看来，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那个被猎杀的我，而是我们的那些同伴们。同伴？他们不是我们的队友吗？我们一起组队猎杀目标，然后平分战利品。平分？怎么可能？愿望只有一个，根本无法分享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干掉那个目标之后，
就是我们之间互相猎杀的时刻。待会的时候注意点，打出一发炮弹后就立刻掉头冲出包围圈，对那些家伙不要留手，见到一个干掉一个，尤其是那2辆改装坦克，他们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直接冲出去，说不定还有我们的一条活路。明白了。弟弟点了点头，将一枚穿甲弹塞入了炮口里，等待着攻击的开始。就在这时，通道里忽然传出了一阵尖锐的呼啸声。什么声音？哥哥曾经做过装甲兵，他听到声音之后，顿时脸色大变。快倒车，释放诱饵。弟弟闻言，立刻拉动操纵杆，同时按下按钮释放了诱饵弹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太晚了。一发阿达兹导弹机从空中击中了突击炮的底部，一声爆炸差点将突击炮掀翻了，炮管直接横飞了出去。旁边2辆改装坦克见状知道不好，立刻准备开炮，将通道轰塌，将我埋在通道里。然而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动作，2枚阿达兹导弹就先后击中了他们的炮塔，一个击中了炮塔的连接部，直接将炮塔掀飞了出去；另一发导弹则直接穿透了底部的舱盖，击中了弹药舱，引发了讯爆，整辆坦克直接变成了一团橘红色的蘑菇云，原地消失不见。开火！看到第一波埋伏的玩家被悉数干掉，古斯塔夫面色不太好看，不过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，在他的预案里就有关于第一轮埋伏玩家被干掉后的后续计划，甚至他还把计划预案通知了相应的玩家。执行计划备。古斯塔夫拿起了对讲机说道。然而对讲机里传来的只有滋啦滋啦的电流声，根本无法将信息传达出去。信号被阻断了，怎么搞的？难道刚才那家伙发射了电磁干扰弹，又或是有电磁干扰设备？